真的还是蛮多外国客人，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亚洲文化的美发体质服务都很到位。扣掉这样平常开销什么之类的，存钱来看，还是这边赚的比较多吗？会。那你有没有遇过很难搞的客人？洗头的那段时间，对，不能有男生跟我平躺。Hello， 我是 Judy， 这位是 Joe。Hello， 我们刚做完一日发型设计师的挑战，如果你还没有看上一集的话，记得点右上角看哦。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主要想要做一个简单的访谈，因为 Joe，他有19年的美发经验，他一开始是在台湾当美发助理，然后到后来升了设计师，来加拿大工作，甚至最后自己开了店创业。对。所以我们想要聊一下这个心路历程，分享给对创业或者是美发有兴趣的朋友。先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美发业的好了？那时候是从国中毕业之后，那时候选择来台北的小林发廊，然后那时候就当助理都已经做打杂、扫地、洗头 OK 之后就考核，就是烫头发，考过之后那就染头发。对，染头发之后呢，然后再吹风，之后呢再考剪发，大概3年多，19的时候升设计师。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来温哥华？因为在台湾，男生总是要面临当兵嘛。不管前面打了多少的完美的战绩，但是一当了兵之后，出来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因为客人多半都会流失。就有点像韩国明星这样，对，就是你前面 build 到一个粉丝族群，可是你去当兵1年，你出来之后，那些粉丝客人就流掉，是吗？就会流掉一些。刚好认识我大学同学的朋友的亲戚，在加拿大温哥华是开美发的，他就问我说，退完我刚好从头开始，要不要来温哥华看看环境？我发觉到出过国的小孩都特别的努力，那我想说，那我也出国看看。就是想要看看世界，然后看看自己可以变成什么样的人那种感觉，跟我当初出国的想法有点像。就你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可是就觉得说我可以试试看这种。是。那你觉得台湾的美发业跟加拿大的美发业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差在时间，台湾比较辛苦点的原因是上班都12个小时。哦，真的假的？对，早期我那时候在台湾做美发的时候，一天上班都12个小时，我觉得蛮累的。如果说是在加拿大的话呢，就上班8小时。就准时，对，准时8小时。然后刚开始说会不会太早下班啊？我觉得好无聊。因为你早4个小时下班，然后你反而还不习惯。对，然后一方面的话，我觉得比较困难是英文。一开始英文大家刚来都没有，都是要有人翻译啊，然后慢慢学，然后自己本身回去时间多，就要一直学英文。真的还是蛮多外国客人，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亚洲文化的美发体质服务都很到位，超级到位，可能还会给你热敷，然后可能会给你贴防湿巾，然后会有按摩的那个座椅，对，然后还会给你按摩，有的时候还有肩颈，对，在国外一律没这回事，没错。要讲那头下去怎么陷下去那个，对，就是他们弄的座椅也是不是台湾会很常见的那一种，它就是一个椅子，就像办公椅这样，但是后面有个盆子。他们那个是符合当地政府要求规定，所以他们那个洗头速度要快，要不然就会很容易硬化。而且我记得他们没有洗2次，他们就洗1次。对，他们的认知就洗干净。台湾真的很享受，台湾都有电视啊，对，边看电视边剪头发，这也是完全没有啦。还是温哥华太村了，其实多伦多或者是纽约就是有电视的东西。要看。应该是说在台湾很多感觉是基本的，在这边是没有。所以你从台湾来的时候，你瞬间会觉得说怎么那么的那个？可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 average 发廊都做得太棒了，服务体制真的很到位。这边助理没有那么完善，他们这边助理都是从他们的美发学院毕业之后就说我要直接当设计师，但他们现场实际经验就觉得这样还是他们要从头开始做，但他们很有自信。非常有自信，这点让我蛮哇。国外的教育就是这样。那最棒的是什么？就是培养你的自信。那除了刚刚讲有点类似那种文化的差别，如果是薪资呢？我会来温哥华是因为这边是小费国家，听说澳洲是没有小费，这边感觉薪资会比台湾多很多，但相对他们的那些平常开销也是相对比较大。扣掉这样平常开销什么之类的，存钱来看，还是这边赚的比较多。会，如果说你在台湾是很红的设计师，已经100万收入或者10几20万收入的话，就不要来，不要来。
好好的维持住。我原本想要很正经的录这一集，没有好像没有办法，我的节目没有办法走这个路线。新生的话，我觉得可以鼓励他们多看看。在这边当设计师当几年之后，你决定创业？就是大概拿到身份之后，就决定跟几个朋友想说，那我们要不要出来创个业？一方面也是他们先在外面先开了，我们再合伙进去，从小小间的店面，然后做大，然后再来搬来这边更大间。你觉得在温哥华开发廊最辛苦的3件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最辛苦是1资金，2装修，3税。这很实际哦。资金、装修跟税听起来都是跟钱有关。对，都跟钱有关。我先讲讲台湾的好，就是开一家店，随便装修1个月、2个月都搞定了。而这边呢，遇到不对的装修师傅，他就给你拖个1年。那这1年就要慢慢的付房租费啊，什么什么都是赔钱。装潢很大的问题来自于政府，因为这边就是水电嘛、消防还有卫生，都是一个关卡一个关卡一个关卡。也就等于说这个卫生过了，那就来水电，然后才能动水电，然后水电过了才能动其他地方，消防对消防的其他小东西这样子，所以就变得很麻烦。然后这段期间，因为你已经租了这个地方，所以你要一直付租金。一直付租金，一直付租金。对，当一位发型设计师，除了你需要有很厉害的技术之外，你每天都要面对各式各样的客人，跟客人相处也是很重要的工作之一。有没有遇过很好笑或者是很特别的例子，跟我们分享几个？特别的例子啊，然后有一个是我自己很好奇的，想说也可以问一下。如果你还没想到，我先问你那个。好，那你先问好。因为温哥华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种族的人，你有没有遇过包头巾？有。它会不会有很多禁忌？比如说你不能这样洗。曾经遇到有一个中东贵妇，她反正她包着头巾，你都看不出她长怎样，只是看到她的眼睛是漂亮的。然后她有要求说，我只给女生洗，我躺着冲水台洗头的那段时间，对，不能有男生跟我平躺，以及我头发放下的时候，我要有包厢。包厢？对，我要在私人的一个包厢，而且是女生服务。你要怎么有私人的包厢？之前的店有，但是那个为什么说她是贵妇呢？因为她的把那个架纱拿掉之后呢，对，全都是精品、大钻石啊，闪闪发亮的，那只有那女生看到了，而且他们拿的包是藏在里面，然后进去之后才会拿出来给你。那你有没有遇过很难搞的客人？难搞倒是没有，但是好笑的就是有贪小便宜客人。例如什么贪小便宜？例如啊，我们这边没有就是骂任何人的意思，只是分享一不些要对号入好笑。座哦。就是有那种真的客人，他就是拿了照片说我要这样，沟通了很久，然后都 OK 了。然后谁知道呢？弄了好几个小时，弄完了，他可能那时候是染头发呀、跟挑染什么的，然后结果去柜台大骂说这不是我要的，哇！然后我们大家就傻眼了，然后说麻烦拿出你刚刚那张照片，就说为什么不是你要的？他就拿出 B 照片，拿出 B 照片就说我要的是这个，不是，然后说不对啊，你刚刚拿的是 A 照片，然后 A 跟 B 是差很多的。对，但是过程中。客人都非常开心，跟他聊天什么都非常开心，然后就那个人就大哭大闹，多半这种心态就是不想付钱，那我们就知道没关系，那你当初怎么来，我们就怎么让你出去。你当初是黑长直好了，那我们就把你用回来，全部弄回来，完全不用付费。就那人也傻眼，他说不要，然后就简单问说，那可以打个折吗？对，那可以打个折吗？事实上还蛮喜欢。不过大致上素质，我觉得会来温哥华的人素质都蛮高的，所以很少会遇到奇奇怪怪的人。这应该也是很少例，不然也不会记得。对。收撒望这家店在 Richmond， 我觉得算是很特别。他们假日周末会有那种 DJ 啊，然后可以让你就是你自己可以带点小酒，然后在那边喝。大家喝酒别开车啊！但是气氛很好，这种。我想问一下，当初你跟你朋友就是你们创这个的时候，你们的理念是什么？就开心上班，开心下班，不要有任何的压力，然后大家都会像家人一样。虽然说这样可能很假，但是就是人在他乡嘛，就只剩朋友了。所以就是大家就像家人一样，偶尔小聚，偶尔小喝，就这样子。对。好，那我们今天访问就简单的结束啦。如果你有跟美发相关的问题，或者是跟这个职业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然后在温哥华的朋友，如果你有想要找设计师，你也很欢迎可以来搜 Salon， 在 Richmond。
然后找就不欢迎欢迎。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啦，我们下一集见，拜拜。一开始是先直接去当美发助理，还是先上课？当时台湾建教合作是3-3轮调，3个月上课，3个月上班。但是我们那间学校特别就是都一直在上班，哦，都没给你去上课。好特别，现在应该没有这样子吧。现在应该是办法。现在应该是办法。我仔细回想，我觉得这应该是办法的。所以那些学校已经不在。对，那间学校应该倒了。这可以录进去。可以啊。